陪你们很久的家居好物分享来喽！先是我咖啡杯，好漂亮啊！自然的裂纹，每一个它都长得不太一样。走这回，我才看到那个托盘后面，底座跟杯子呢是分开卖的，杯子里面是加了涂料的，所以是可以喝咖啡的。给你们看一下我泡完咖啡的照片。我昨天看善仔大结局吃了一碗满小宝，今天早上起来眼睛肿脸肿，破破烂烂的，哎呀，好耐看呐！这个是我自己勾的，我觉得还挺帅，挺 BV 的，放这种杂物什么的。然后这个花瓶很艺术感呢，跟我家很搭吼。它还有一个短款的，像一组都收的，太贵了。这一根这样子的管子，然后外面套一个这种套子，然后这个石头是我家阿姨在楼下捡的，这个是我看到的，造型感很好看，很简洁。它这个是很好活的，上面还长了一棵小草呢，看上去朝气蓬勃。年纪大了，喜欢养植物了，真是奇怪。给你们推荐一款我好喜欢的洗手液，去了一家买手店，在他们的厕所用到的。哇，这个味道太上头了！它基调是岩兰草加卡史米尔木，可以香到晚上睡觉闻那个手上都是香的。哦，太好闻了，好温馨啊！买到了一个充电宝，我还蛮喜欢的。苹果笔记本嘛，你就可以充在这个地方，这边2根有个苹果充电线的头，这根又是可以当拎手，然后又可以把它拿下来，这是 Type C 的头，而且它是这种宽扁的，里面的电源线丝儿不太容易断掉，就很方便。就丝丝的一点棕睡衣我也挺喜欢的，黑白的就很耐看，这里很大块，腰又露出来细细的，上半身和下半身可以分开买的。给你们看这个卡比巴拉，好可爱哦！它可以把2个网球拍这样并在一起，这小时候玩的那种卷尺啊，2个球拍带出去的时候就比较方便。萌化了，撸撸它，这个垃圾桶我相当的推荐呢，看了好多款特别贵的，但我最终还是决定全买了这个牌子的。按住不放，它自动打包。你拿走了之后，它会检测，会自动吹。好了之后你就这样打开就好了。里面的垃圾袋它会送你很多这样子的替换芯，用完了之后你往里一塞就好了，也不脏手。充电口它在这个地方，没电的话我就用充电宝挂在上面就好了，一次充完了大概可以用2个月。再摁下这个键就是关盖，然后再摁下它就是可以常开。其他地方不需要盖子的那个呢会便宜一点，一样很方便。外面的话是这个深灰色呢，跟沙发什么的会比较搭一点，都是这个牌子的。替换芯呢它是通用的，打包摁这个键不放就可以了。这个有一点好处，如果垃圾扔的特别满的话是可以这样打包的。它其实就是一个电热功能，把垃圾袋给烫开就把它拿出来就好。这个呢就是不自动了，手摁一下就好了，这比普通垃圾袋会贵了，但是也没有贵的很离谱。床品部分来了新家之后全部重新买的，床的尺寸都是变大的，因为我对螨虫过敏，只能用丝类的，因为它是天然抗菌抗螨虫的嘛。哇，太矫情了！新入的空调蚕丝被，你看这个颜色跟我的床和后面的岩石板都很配。它这种比较薄的，里面一摸就能摸到蚕丝。一直盖的这条四季被，包括这个蚕丝4件套也是他们家的，双11打折买的，好像又花了7000多块钱。我买了别家的真丝4件套嘛，跟他们家不能比。他们家睡上去就是很滑，我的腿天天在里面就这样穿来穿去。我已经洗了将近1年了，没有变硬，也没有变脆。我还是有洁癖的那种，1周洗1次的。蚕丝被比空调被会厚个1倍吧，就是贵哦，好贵。空调蚕丝被呢，它就是性价比高。它跟它的区别就是它背面用的是现在很环保的莱塞尔纤维嘛。详情页里说是天丝，我想天丝是什么东西啊？是奥地利蓝鲸公司的面料，只有他们家的莱塞尔纤维才能叫做天丝。里面内胆呢是脏蚕丝，我是特别喜欢他们家是能洗的。这条夏天嘛不是要出汗的嘛，这个4季被它是不能机洗的，我只能送出去洗。一开始啊我不太喜欢上面这个勾的那个小花花，后来才知道是起到固定蚕丝的一个作用了，不然蚕丝一机洗都会成坨嘛。洗完呢它是会有点皱的，它卖的时候是这样一条空调被，然后再送2个枕套，睡起来跟丝差不多，很滑很轻盈的，盖在身上像没盖一样的。稍微冷点就不行了，有点冷。夏天不是容易出汗嘛，吸湿性和透气性也是它的强项。最怎么样？我对螨虫过敏嘛，它这个天丝呢跟真丝一样是硬性防螨的，缺点就是不能暴晒啊，洗完会皱啊。下一个狗窝，这个我家狗很喜欢，如果你狗大的话，它是可以这样发开的，像个沙发一样铺下来，是麻的，质感我觉得很好，跟家里也很搭。紫外线消毒灯也蛮好用的，每次人靠近它会滴滴滴滴叫，可以有定时的，小小的也不是很占地方。这个插座也蛮好用的，不像其他的拖线板很难看。USB 模式和插头模式这种会更实用一点。梳头皮好的是这把，这个还有我的名字呢，一个是很爽，还有一个梳完就很蓬松啊，它会这样蓬起来的，看到吗？同样的开结不好开，王菲梳是我用下来开结好的梳子，这种塑料很软的，一层一层往里拨开的，所以它就不会扯头发。像这种小的比较适合随身带，家用一把的话，其实我更推荐这个长柄的，用起来更顺手，可以试试看，就是贴住自己的身体这样去开结，掉头发更少。浴室里面我推荐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是都是用了好多年了。那我是属于那种很专一的啊。首先这个太好用啦，我推荐过好多次，是我用过颗粒大，同时起泡又多的，这味道比较清香好闻一点，看上去不大，磨在身上哇贼爽，因为它颗粒很硬，挤一坨在那个沐浴球上面，不要过水，背上
上或者是出汗你痒的地方先搓，搓完了你就会起了很多泡了，然后你再把身上这些地方都搓干净就好了，洗完皮肤也不会特别干。这个是平价版本的，我也有快用完了，它也是起泡很多，但是它的磨砂颗粒没有它硬，我感觉1个礼拜用1次就差不多了。这把我的时候头皮按摩梳朋友送给我的，这款黑色的它是硬度比较高一点点的，很爽哦，比其他的头皮按摩梳要有力很多，但是又不会痛。护发素去韩国的时候，一个韩国的当地人推荐给我的，我的发梢是那种很枯很容易打结的，普通的护发素我用上去是没什么感觉的，这款的话一过水头发开结一下就跟开完了，这牌子你们可以试试看。地巾我也挺推荐的，虽然有点贵，但是每次洗完澡出来踩上去就很软很厚实，跟我浴巾是同一个牌子的。你看给你们看我姐姐送的脏衣篮好用哎，上面这块东西是防潮的，湿哒哒的衣服就挂在这个上面，1年了一点脏啊霉斑啊都没有，而且造型也很耐看。看我家阿姨买了一个20多块钱这根棍儿啊，往下按叭叭一下它就能吸住。我们用下来洗脸巾其实不都是干净的嘛，可以擦很多地方，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挺好用的哈。我买了很多抽纸盒，一个是这个，我觉得它颜色很漂亮哎，棕棕的，底下这样吸开就好了，就这样放着挺好看挺搭的哈。这个我也很喜欢，虽然用起来没那么方便，但是它真的好贱兮兮啊，我就把它放在沙发这里，哎呦好可爱哦，它底下的抽不太到，你看。然后是这个岩石纸巾盒，也才几十块钱，但是超级重，看上去质感很好的那种，因为我很爱用湿纸巾，包括厕所里面都是湿纸巾，给你们推荐2个买下来我很喜欢的湿纸巾盒，一个是这个，我买它是因为它的颜色跟我的餐桌是比较搭的，密封性很好，3、4个月根本就不会干掉。然后我卫生间里放的这个就特别好看了，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我好喜欢它这个木塞子，我也不知道是我的湿纸巾太不容易干了，还是它的密封性很好，每次到用完里面就没有干过。塞子头它是橡胶的，造型感觉很强哈。然后带你们去看一下我厕所的那个，这个就是黑的，全部都是橡胶的，它不是木头的，跟我这里的厕所就比较搭一点。抽纸盒，我最早的时候买的就是这个，有点像岩石一样的，很重，这个牌子的。你不是拎起来的时候就怕这块板飞起来吗？这个你看它抽的时候基本上是这样不动的，它的宽度是刚刚好的，搬了好几次家了，它跟我每个家的风格都是很搭的。新买的一个是这个，尺寸差这么多，根本就不能抽，一抽全晃，它是这种铝的，那个是石头的，而且掏也不方便。你看，哇，还有点刮手。这个狗窝我也很喜欢，毛线家族，我现在会织衣服了，可厉害了。你看这抽纸盒是不是跟我家茶几很搭？香炉像古董一样的东西都是我老爸的，这个我很喜欢，放点钢笔、墨水什么的，就很有格调。这个脖子我觉得也很好看哎，我还买了一个骨碟，好可爱哦，它这种蜗牛的，缺点就是洗完之后会掉漆，如果有这种质量更好一点的就好了。这个香薰也挺好看的，把这个精油往上滴就好了。这块其实也很好看，包括这几件我觉得都很好看，像个大闸蟹一样的，这样散开，跟后面的岩石背景板很搭。这个有点草间弥生的感觉，南瓜灯。我不是养病嘛，没事干我就只能看书，一下子把我几年的量都看完了。我很喜欢看余华的书哎，他的文字很接地气，很容易走到你心里去。第7天我很推荐父爱的那一篇，哇，真的哭到爆炸。这个身体评分不高啊，我觉得身体好看的。还有寂寞的游戏，我有点看不下去，太孤独，太忧伤了。亲密关系非常逻辑理性化的角度在跟你诠释为什么亲密关系里会出现种种的情况。被讨厌的容器也很好看，最有感触的就是他否定了因果关系，说的是人是一种目的性动物。我看完这本书，我觉得我还挺肯定的。哎呦，乌合之众，真是看不下去，我的个天哪！给你阐述了一堆理论，然后讲述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状，然后我有了100年孤独，我终于读完了。难读是因为它名字很难记嘛，但其实你读的时候不会很吃力的。每一代人他就这几个姓，下一个又重复姓的时候，上一代人已经死掉了，所以你根本就不会搞混，只不过就是要心静下来一点。不愧是经典，我觉得很好看。如果你没有看到很好看的书的话，也欢迎你们推荐我看。这个包是我勾坏了的，就用来装小丸子的。小丸子，丸子驾到，通通闪开。嘿嘿。